嗨，大家好，我是 Leaf。今天是我难得的休假日，所以一个人搭着电车远离东京市区。之前已经有来过高尾山2次了，不过今天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来这里。今天打算走1号路线上山，一个人还是走熟悉的路线比较安心。这里可以选要坐吊椅或者是缆车，我会先坐吊椅上山，下山再搭缆车回来。之前有时间会一个人去看展，或者是找间咖啡厅坐着。这次特别想来户外，单纯享受大自然的美景。每次到了这里，就会开始烦恼要往右边还是往左边。今天想要一边登山一边回答上次在 Instagram 收到的问题，谢谢大家想了解我更多一点。
先推荐大家我来高尾山必吃的美食，一定要来买这阵超大的烤团子，每个口味都很好吃。尺寸是一般团子的3倍大。今天我想吃甜甜的口味，这个是半路补充体力的好食物。穿过这里，等一下就是一连串的长阶梯了。高尾山爬起来真的不会太累，因为中途可以好好休息的地方都很舒服。Let the sun never rise and the moon never shine again. All the stars in the sky one by one. 这里还可以买药王院限定的花灵糖。其实有点像过年会吃的传统点心春枣。看到好多老人家都拄着拐杖爬阶梯，实在太佩服了。这里离山顶还有20分钟，继续来回答下一个问题。花了1个小时，终于到山顶啦！其实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爬山，感觉自己又成长了一点。山顶上有一间餐厅，可以吃吃荞麦面休息一下。冰柜里满满的啤酒真的是太夸张了。刚刚在山下有很多荞麦面店，我还是等下山再去吃吧。
刚好有一个询问关于移居日本的问题。移居日本可能是蛮多人的梦想。就以我在东京生活将近4年的经验来说，只考虑到生活环境的话，日本确实还蛮宜居的。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以东京都来说，教育和医疗都有很多的补助，本国人和外国人的福利都是一样的。但可能又要考虑到要读公立日本小学好呢，还是私立国际学校好？大家应该常听到日本旅游和实际生活是2回事。生活上可以讨论的话题真的是说不完，例如交通费很高，没有早餐店，宵夜永远只有居酒屋。另外，我住在东京，1年搭计程车的次数，真的用手指头都算得出来。还有超市永远都是那几种青菜可以买，便当唯一绿色的还是塑胶片青菜。河口湖和清景泽2选1真的很难，两边完全是不同的景色和氛围。如果是第一次来东京，我建议可以先去河口湖。冬天从河口湖看富士山真的很美。清景泽我觉得比较适合深度旅行，需要花点时间才能好好的体验。下山前先来缆车站旁边的咖啡厅休息一下。Place where we can go and be alone. So come away with me, nobody has to know. Where we gonna go? I was just calling to see if you're free to run away with me, to run away with me. Don't tell your friends, we'll let them know we're safe later on. The road's calling, sun on our skin, sleeping under stars when it's gone. I was just calling to see if you're free to run away with me, to run away with me, to run away with me, to run away with me.
终于顺利下山了，给自己拍拍手。现在已经下午3点多了，希望想去的餐厅还有开着。这间高桥家荞麦面有很多人推荐，是一间100年老店。之前收到很多人问我是用什么器材拍摄，其实我都是用手机纯手持拍摄。这次带了 Insta360 Go 3S， 真的觉得超级方便。它是世界上最小的4K 拇指相机。
另外，这次的 Go 3S 解析度还升级到 4K。今天的影片中使用到 Go 3S 拍摄的画面也是设定为 4K 30帧。其中我很喜欢的功能就是内建的多场景滤镜。除了内建的滤镜之外，连接手机的 App 做修改也非常的方便。这个功能真的很适合画面想要好看又不太会调色的人。另外，也可以随着拍摄的场景选择适合的视角。里面我最喜欢使用的就是自然广角，可以拍摄到比较广的画面，但是画面又不会变形得太严重。Insta360 Go 3S 可以玩的功能真的很丰富。如果也想要轻松记录生活，真的蛮推荐可以入手的。而且外形真的很小巧可爱。Country lanes and coastal plains, endless views that we're passing through, making our way.